第6期，平凡的生活未必只有眼前的苟且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晚安图书馆，我是歌手王希。作为歌手，在音乐之外，我当然也有其他感兴趣的艺术表达方式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兴趣这件小事。我个人很喜欢看慢节奏的纪录片和人物传记。纪录片比如《寿司之神》，比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系列，都让我感觉非常的耐看。那种生活让我向往，看得多了，有时甚至感觉我们的生活就是由一个个分镜头组成的。人物传记则是因为我对人的一生有天然的好奇，我非常想知道人们是如何做出选择的，也想知道事件发生时他们真实的情绪。实际上，做音乐和做人一样，都需要创作者静下心来，耐心地感受这个世界。只有最真实的生活，才能催生出最动人的作品。看的作品是什么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关键，但不管看什么，我都不会带有什么目的，比如希望某个电影解答我某个疑惑之类的，我不会这样。我期待感悟自然降临的时刻，结果反倒因为不预设，我常常被不可思议地治愈着。比如有时我们会发现，一个伟大的人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，并为之懊恼不已。我们会看到他狼狈弥补的过程。有时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跟伟大的人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。如果你正在对自己的决定犹豫徘徊，他的选择会引导你，会带给你行动的力量。在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英国作家毛姆的名篇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小说里的主人公是以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，讲述了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在不惑之年抛妻弃子，无视亲朋好友的不理解，到巴黎去追求绘画梦想的故事。毛姆在小说中深入探讨了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与相互作用。关于查尔斯·斯特里克兰的文章已有很多，似乎无需再写。一个画家的纪念碑只有他的作品。当然，和大多数人相比，我对他更为熟悉。我们第一次见，当时他还未开始学画，在落魄巴黎的日子，我也偶尔和他会面。不过，如果不是战乱逼使我踏上塔希提岛，我根本不会将我的记忆诉诸笔端。几乎家喻户晓，正是在塔希提岛，斯特里克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。在那里，我也见过不少熟悉他的人。我发现，对于他悲剧人生中最晦暗的这段时期，我正好可以投之一抹光亮，好让世人看清，如果人们相信斯特里克兰的伟大，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，那么亲密接触者的追溯便不显多余。要是有人像我熟悉斯特里克兰一样熟悉埃尔·格列科，为了拜读他写的格列科传记，又有什么不可以付出？但是我并不想因此为自己辩解。想不起来是谁说过，为了使灵魂安宁，一个人每天至少该做2件他不喜欢的事。说这话的是个聪明人，对于这一点我始终严格遵守。每天我都早上起床，晚上睡觉，不过我也愿意苦修。每个星期我都会让自己的肉体感受一次更大的折磨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，我一期不落，这真是有益身心修养。想到有那么多书被写出来，作者满怀期望，等待命运。一本书要怎样才能脱颖而出呢？即使获得认可，成功也转瞬即逝。天知道一本书要花费多少心思，经历多少磨难，忍受多少辛酸。
只是为了让偶然读到它的人消磨时间，在旅途中解闷儿。如果我能正当的加以评判，那很多书真的是作者精益求精、呕心沥血，甚至终其一生的成果。而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，作者应该从写作本身，从思想的宣泄中获得快乐。至于其他都不必介意，一本书或成功或失败，或赞誉或诋毁，他都应该淡然一笑。现在战争降临，新的思想也踏步而来，年轻人转向我们过去不曾了解的神明，而且心里明白，他们这些后来者要去向哪里。年轻的一代思想活跃，性情激扬，早已不再将老家伙的门敲响，他们闯进屋子，坐到我们的宝座上，空气中满是他们的嚷嚷。而一些老年人装腔作势，滑稽模仿，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谢幕。他们拼命呐喊，但喊声卡在喉咙里，想通过刺耳的欢乐找回花枝招展的青春感觉。聪明点的则尽量摆出姿态，显得温文儒雅。他们莞尔一笑，脸上闪过宽容的讥讽。他们想起自己当年也是这样把老一辈踩在脚下，也是这样狂喊乱叫，无法无天。他们遇见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，有朝一日也会将自己的宝座拱手相让。世界在变，永无定论。当尼尼微将他的伟大城邦发展到鼎盛时，新福音书早已老旧，仿佛尘土。那些豪言壮语，当他们说时，总以为前无古人，实际上却是陈词滥调，百年不变。钟摆来回摆荡，旅程永远循环。有时候一个人活过了他享有声望的年代，进入到使他感到陌生的世纪，这时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的奇特景象。比如今天有谁还知道乔治·克雷布？在他生活的时代，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，全世界都认为他是伟大的天才。但在今天这种复杂的现代状况中，却显得非常罕见。他从亚历山大·蒲伯派那里汲取写诗的技巧，他用押韵对句创作了很多道德故事。后来法国大革命、拿破仑战争接连爆发，诗人们随机而变，唱起新歌，而克雷布先生依然墨守成规，继续押韵写作。想必他看过年轻人那些风靡一时的新诗，一定觉得不堪卒读。当然，大多数新诗的确如此，但是像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，克勒律治的一两首诗，雪莱更多的诗，却真正拓展了深广的精神领域。克雷布先生已经过时了，但他还孜孜不倦写他那些押韵诗。我也读过一点我们时代年轻人的诗作，他们当中可能有更热情的济慈，或更纯粹的雪莱，而且已经发表了让世人难忘的诗章。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辞藻，尽管如此年轻，却已才华横溢。因此，如果仅仅说他们大有希望，未免荒唐。我惊叹他们巧妙的文体，语言如此丰富，但他们并未带来新东西。要我说，他们学识有余，涵养不足。他们拍拍我的肩膀，闯进我的怀抱，这种热情实在让人受不了。我觉得他们的激情苍白无力，他们的梦想枯燥乏味。我不喜欢他们。我已经是老古董了。我会像克雷布一样继续写对仗押韵的道德故事，但是如果我的写作不是自娱自乐，而是抱有其他想法，那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。
查尔斯是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，执迷不悔的傻子，冷酷无情的负心汉。很多人说他是痴人说梦，浪费生命，甚至不负责任，但只有他知道自己内心的热情和理想，并以喜欢的方式选择了人生道路。追逐梦想就是追逐自己的厄运。满地都是六便士，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。是啊，月亮与六便士便是理想与现实。我们不能失去饱腹面包，但也同样可以拥有滚烫的理想。而下一期节目，我会为大家带来特别的分享，和大家聊一聊我的愿望。人生如梦，让我们枕着月亮，下期再见喽。